这个女人不想活了，拿着一捆绳子来到村长家门口上吊自杀。第二天睡醒的男人出门，感觉撞到什么东西，抬头一看，着实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村长跑出来一看，也被吓得慌了神。女人的丈夫得知妻子吊死在村长家门口，当着全村人的面要村长给个说话。你逼死了我的婆娘，你要偿命啊，山岗爷！婆娘自寻短见，哪逼了她？是不是你发他给全村放电影？是我。是不是你派民兵帮他游村？是我。这还不是逼他走死路？娃娃，你错了，我是逼他走活路，逼他做好人嘞。我要告你！男人要去告村长，村长不仅不害怕，反而笑着回答道：告去吧，政治歪风邪气，你杠也不怕告。是什么让村长有如此大的底气，在他家门口死了人，还能做到如此镇定？村长名叫山杠爷，是堆堆坪村最高党政领导人。这里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偷盗抢杀的刑事案件，这与山杠爷平时的作风有关。虽然有时候过于粗鲁和野蛮，但是他全心全意为村民办好事，深得村民的拥戴。就在昨天，杠爷拉女人游街示众，女人自尊心被无情践踏，吊死在杠爷家门口。对女人的死，杠爷虽感意外，但自觉心中无愧。俗话说，国有国法，村有村规，法律管不到的事，他就用村规来执行。因此在杠爷看来，村规和法律是一回事。这天村里突然来了2个检察官，他们是被上级派来调查杠爷的。原来警察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，说杠爷强迫他人游村示众，酿成自杀惨剧，同时还囚禁村民，并私拆他人信件。一路上，在当地公安的介绍下，他们得知村子在杠爷的治理下民风淳朴，农田丰收，修水库，抓生产。这明显与检察官收到的信上的内容不符。检察官2人来到杠爷家，杠爷身正不怕影子歪，坦然接受2人的询问。检察官细数出杠爷这些年来所做的事，杠爷一一承认，其中女人强婴上吊的事最为严重。检察官让他说出事情的原委，杠爷觉得没啥好说的，叫来一小伙，让其带领检察官去走访调查，说完就离开了。杠爷来到外面，家门口围满了村民们，他们为杠爷愤愤不平，纷纷怒骂是哪个挨千刀的去告黑状。而杠爷自问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，他相信上面的政策，让大家也要相信，并且配合调查，据实回答。一顿话说出来，大家这才离开，可见杠爷的威望极高。小伙带着检察官来到强英家，从强英婆婆的口中，他们获悉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强英生前是出了名的刁蛮，对婆婆非打即骂，婆婆终是受不住，找杠爷求帮助，一边诉说自己的艰辛，一边掀开后背的淤青。杠爷顿感火冒三丈，说什么也要给强英一个教训。回到家的婆婆又被强英一顿痛骂。趁着晚上放露天电影的间隙，杠爷邀请强英的爸妈坐在中间，又命人把强英的婆婆拉到观影台，百善孝为先。杠爷开始斥责强英的种种不是，并处罚她给大伙放电影。强英瞬间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。强英不甘心，说这是法治社会，岂能容杠爷乱来？杠爷怒了，敢跟你杠爷抬杠，这是什么？拉开老人的衣服，露出背上的淤青。无话可说的强英顿感无地自容，就连他的父母也觉得羞愧，慌慌张张离开。强英回到家后仍不知悔改，揪着婆婆一顿狂揍。一旁的儿子像个死人似的，怎么也拉不开强英。好在杠爷及时出现，让众人拦下这个泼妇。杠爷深知，如果不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屡教不改的无德泼妇，那么打骂老人的歪风邪气恐怕会越来越多，干脆给他来一场现场直播。这个女人被五花大绑，拉着在路上游街示众，可她一点也不可怜，因为她殴打自己的婆婆。在杠爷看来，这是罪有应得。强英丝毫不悔改，对杠爷满嘴的脏话。围观的吃瓜群众不是朝他扔东西，就是吐口水。受尽千夫所指的强英万念俱灰，最终选择最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婆婆为此伤心许久，若不是自己，强英也不会死。检察官当晚来到村民老张家，想深入了解下杠爷。老张初中毕业，算是村里有点文化的人，他曾经也被杠爷整顿过。几年前，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外面打工了，导致村集体所有的责任田逐年荒废减产，劳动力越来越少，粮食产量越来越少。这样下去，他们村早晚要完蛋。为此，杠爷动员各家各户，让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家种田，增加粮食产量。当时老张在山西挖煤，每天能赚20多块，比国家干部的工资还要高，所以几次通知都是装聋作哑，置之不理。杠爷从邮递员手中截获了老张写给妻子的一封信，当众拆开信件，从信上得知老张依旧不想回来，
外，信上充斥了对杠爷的不满，而上面肉麻的情话更是引起大伙的调侃和讥笑。就在众人看得带劲时，老张的妻子桂花跑了过来，一把撕碎信件，表示自己不会让老张回来的。可杠爷态度也很坚决，说什么也要老张回来。之后随着年轻人的陆续归来，村里荒芜的责任田得以重新种上了庄稼。尽管明面上杠爷严格又说一不二，可暗地里还是把老张家的地给耕了。经此一事，老张和桂花也逐渐理解了杠爷都是为了大家好，便不再埋怨杠爷。坐在一旁的检察员说，他私拆你们的信件是违法的。老张并不这么认为，说杠爷拆我的信拆得好，他是为了我好，为了大家好。就好比你爹你妈拆了你的信，你会告他吗？那是关心你呢。检察官了解情况后，突然觉得杠爷的行为好像也没错，尽管杠爷的做法很村霸。与此同时，村里有个酗酒成性的酒鬼，男人每次喝完酒回家就对妻儿拳打脚踢。杠爷得知后，当场命人将其绑了起来，关进牛圈以示惩戒。检察官得知情况后，急忙跑来阻止，对杠爷说，这人的行为也就属于批评教育的范围，还轮不到被囚禁。即便是犯了罪，也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权拘捕，并让杠爷赶紧放人。杠爷解释，对付这种人不能手软，尤其是在这种偏远地方，不给他点严厉处罚，他是不会听的，并列举出男人犯过的种种坏事，酗酒、赌博、偷鸡摸狗都做过。检察官直言，这是犯法的。杠爷可不在乎，只有把村里的经济整上去才是王道。杠爷离开后，检察官还是放了男人。第二天，男人把自己被解救的过程说了出来，顺便说出了杠爷的下场。这次恐怕要被拉去枪毙。众人一听怒了，要知道杠爷可是被评为劳模的。杠爷将责任归咎给检察官，你们总是这么干，你让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怎么办？今后的基层工作就更难了。检察官这才明白，原来杠爷对法律意识并不是很清楚。这时又有一个人主动向检察官说起了被杠爷欺压的事。男人名叫王禄，曾经不愿意交公粮，引起了杠爷不满，又拒绝受罚，杠爷便带着一群人找上门。王禄一推再推，表示自己就是不交。杠爷一气之下让民兵将其绑了，打算杀鸡儆猴，专门做给那些恶棍看。从此村里就没有人再敢拖欠公粮。村霸逼死了泼妇，检察官下来调查，发现村民都在为杠爷说话，老太太更是拿出一箩筐鸡蛋，表示自己愿意替杠爷坐牢。可见杠爷在村民中的分量有多重。村民们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告的状。杠爷的儿子儿媳怀疑是腊正，因为在此之前，杠爷组织村民贪款贪劳力先修水库，身为党员的腊正非但不积极支持，还带头唱反调，认为这是劳民伤财，华而不实。杠爷当即指责他目光短浅，修建水库后可以搞水产养殖以及种植更多果树，百利无一害。正好腊正也是党员，更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腊正却不在乎党员这个身份，甚至愿意把这个身份让给别人，引得台下众人哄堂大笑。杠爷怒气冲冲，上去就是好几巴掌，打得腊正痛哭流涕。他回去镇里告状，结果被取消了党籍。杠爷力排众议，终于将水库修了起来。自此村子再也不怕天干地枯，庄稼也是年年高产。除了水田能种2季外，还可以栽桑种果树。村民们终于理解了杠爷的高瞻远瞩和一片苦心，而挨了巴掌的腊正也改过自新。在修水库的时候，腊正拼命干，得到上级肯定后，这才恢复他的党籍。后被杠爷派去县里学习养鱼，第1年就赚了不少钱。他拿出一部分要送给杠爷作为报答，若不是杠爷，他现在还一穷二白。杠爷拒绝，表示这是腊正应得的钱，自己没有理由拿。而后又拿出一部分钱给村里修路。2名检察官从村民嘴里了解杠爷的情况后，心里多少有点谱。当地公安也想替杠爷求情，但毕竟法律是无情的。杠爷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就是做法不对。杠爷询问检察官，如果是他们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检察官表示最好是批评教育。杠爷直接拦截道，中山穷土，没2个读书人，卖劝世文有啥子用？懒驴不打不拉磨，犟牛不打不踩沟。正治那些蛮横无理的刁汉泼妇，你就得用对付懒驴犟牛的法子。句句在理，在贫穷村落里，面对那些不愿干事的人，就得有一套新的政策才能实施。检察官尽管认为杠爷是为全村好，可他的做法真真切切违反了法律，特别是强婴的死，他更是负有重大的责任。检察官3句不理法律，杠爷弱弱问了句：“我真的犯法了？”他辛辛苦苦为这个村子大半辈子，所做的事对得住良心，对得住老百姓，也对得住党。
刚爷尽力让每个村民不犯法，可没想到自己居然犯了法，这叫什么事？刚爷最后还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，他不得不去服刑。临行前一天，刚爷去了学堂，听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，刚爷更加关心窗户什么时候修好，并且叮嘱老师赶紧将其修好。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给孩子们修建新的学堂。离开学堂后，刚爷回到家，叮嘱了儿子儿媳一番，最不放心的还是自己的孙子。孙子回家看到母亲痛哭，一问才得知是有人写信举报了爷爷。这时男孩的一席话差点没把刚爷送走。爷爷，那封信是我写的。母亲上去就是一顿痛扁，没想到啊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父亲一个劲用头撞击墙壁，这家算是完了。痛哭完的杠爷也只能认栽。孙子想弄明白什么国法，什么村规，这没错，只能怪他没有及时了解法律。夜晚，他又开支部会，交代了党支部的工作，把村长的职位交给了拉正。拉正表态，自己一定会把村长做得越来越好。得到拉正的保证后，刚爷这才放心地跟检察官走了，衣着整洁地走出祠堂。所有堆堆坪的人纷纷跪下为他送行。在一声声杠爷的呼喊声中，杠爷终于忍不住老泪纵横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该片虽然只写了一个笔下的小山村，但它和整个中国社会进程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，非常尖锐地提出了人治与法治的矛盾，思想有深度。杠爷也只不过是当时社会上许多干部的一个缩影，如何在法治和人治之间进行一个折中的取舍，值得深思。本期就到这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